Hello， 朋友们，我是宝玉。今天跟着我去看一下突尼斯的街头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看看他们本地人的生活状态。突尼斯也是非洲大陆的最北端的这边的一个国家，街道还行，整个城市的发展还是比较滞后啊。我一开始以为突尼斯是还比较发展的还比较不错的，直到我现在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经济发展包括城市建设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刚才经过一个大哥用你好来问好，还是比较欣慰的，因为有些地方他上来都以为你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用别的国家的语言跟你问好，然后直到发现你是中国人之后才会说一句你好。这是突尼斯的城中心，在这个大的交叉位置，没有红绿灯啊，大家就是跟着心情过马路就好了。这是这边的电车啊，都不关门，有意思，这都不关门的这个电车。突尼斯这个国家算是相对比较开放的，然后它也是规定就是女性可以自主选择结婚或者离婚的一个国家，在阿拉伯世界中，而且它是规定的是法律规定是只能一夫一妻制国家，在阿拉伯世界中，这边对于喝酒也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可以喝酒啊都没有关系。突尼斯应该是有将近1/3以上的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在这边。以前的话，这边的基本上很多都是信伊斯兰教嘛，现在的话有很多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查阅资料了解到，就是在这之前，那个突尼斯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发生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2010年有一个运动，就是阿拉伯之春。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个街头有一个年轻人在卖东西，就相当于摆摊嘛。完了之后被执法人员暴力执法，最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然后导致席卷整个北非。所以说当时这个运动之后呢，那个突尼斯的经济就出现断崖式下跌，就像什么呢？就像中国的 A 股，还有就是像我视频的播放量一样，断崖式下跌，就这种感觉。完了之后呢，这么多年它一直就是经济没有好起来嘛，就相当于一个崇拜西方国家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运动。看下这边整个街头国家还是比较乱的，混乱的。这边街头很多老人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啊，喝茶，一天一天就过去了。这边的马路上就其实像赶集似的，每条路上其实好多都有很多摊位，跟赶集似的。今天天气不错，逛一下街，好多水果。还有公鸡。突尼斯前些年政治也比较动荡，所以说这边的发展也有些滞后。而且这边它是属于阿拉伯国家，第一个有女性的总理。这边的街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很多女性，她们是不需要被要求必须要戴头巾的。这街上还有挺多乞讨的。这路上还有很多这种擦鞋的，还挺多的，我基本上隔个10米就有一个。再就是这路边会有很多这种卖纸的，就是蹲在路边，然后卖那个纸巾。然后突尼斯这边华人比较少，然后在这边的话，你这个亚洲面孔在这边回头率还算比较高的，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会跟你打招呼。这个墙上也是写了很多阿拉伯文字，整个一排墙全部都是的，但是什么意思没看不懂。这抛锚了，几个人搁那推车呢。这边的车辆也挺多的，路两边停的也都是车，中间只有一条车道了。这里面看着有一个市场，进去看一下。哇塞，本地市场啊，这是卖生鲜肉类的吧？好腥啊，一股腥味儿。这是卖各种海鲜的，各种鱼、各种海鲜、虾。哇！好多鱼啊，里面也好吵啊，说实话。这就是市场的感觉。Hello， 嗨，这边可以哇，好大的鱼啊，这个。好大的鱼。It's good fish. Good fish.
时间，对。你好，こんにちは。你好，你好。这边可以买点海鲜去找旁边的餐馆啊，或者哪地方加工也可以。这个帅哥，都是卖鱼的，酷。看一下这边的鱼啊，这是14.6迪纳尔，人民币大概将近30了。哦，全是海鲜，他说的本地语言听不懂。好多，哇，这好大的一个农贸市场啊！然后等会儿我前面右转还有一个，应该是卖水果的，我进去看一下。这往里面走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这是里面卖各种水果的。哇，瓜果飘香啊！水果蔬菜这边的土豆1块6迪纳尔每公斤，1块6大概3块多人民币。辣椒摆的也都挺整齐的。找找这边市场有没有我不认识的那种水果啊或者蔬菜，看看本地的这边的一些特色的。我操，这个是啥？我没见过，这个说实话是真没见过。用软件识别了一下，这个叫菜记，说是最难吃的美味。海藻，他们的餐厅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吃这个，像一般早饭的时候，你看我今天住的酒店，它那个早餐就有这个海藻。哇，这上面好多海藻，一挂的全是的。然后价格是7迪纳尔1公斤，大概就是15块钱1公斤。哦，看，他让我尝一下。这边的水果也基本上都是橘子、苹果、橙子，然后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走了一圈儿，这边的蔬菜摆的就不像前面在阿拉木图在那个市场看到的那么整齐了，这边显得就接地气了。苹果也你看到吗？基本上都是橙子、苹果、橘子这些，还有这些少部分的梨是比较少的。这边的小菜啊，各种小菜，这里面人超级多，因为现在刚好大概11点钟早上，所以说这边市场里面都是人啊。OK， 哇，酷！这边人挺喜欢被别人拍照的。撒拉吗？哦，他在介绍这个东西。哎呀，好大的城！市场还挺大的。刚进门的是卖海鲜的，然后进去里面是那个瓜果蔬菜，然后外围还有一圈是绕着这个市场一圈是卖肉啊，是那个还有一些调料啊等等一些小东西。这边街上人也不少，昨天在那个麦地那老城里面，那更是人山人海，不比中国的一些地方人要少，而且都是他们本地的，人也超级多。走这路边经过这个好香啊，这个咖啡香味儿。这还排着挺多人的，这应该是个老字号吧？真的，这个咖啡飘香，真的卖咖啡豆的，这个卖海藻的是真的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这个海藻的。又遇到一个推车的，遇到2个了，推着就给他推着了，可以走了。猫咪在这慵懒的躺着睡觉呢，爽啊！到处都是小猫咪。他在洗澡呢，给自己。有个喷泉，这边就是，然后再往那里边走就是麦地那老城了，这是老城的出口这块。这广场有个喷泉，小喷泉，小朋友喜欢在这玩。坐这喝杯咖啡啊。很多都喜欢在这边晒着太阳坐着喝一杯咖啡，人超级多，基本上都坐满了，还不错，挺好喝的。这杯咖啡3.5迪纳尔，人民币大概7块多。坐这晒太阳，别人是当地人，一晒就可以晒1天，在这边坐着。怎么说呢？这边的氛围有点像成都的人民公园，百年老茶馆，只是说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大而已。场地比较小，而且少了一个相亲角，就是不知道外国人这边有没有相亲这个概念哦。这条街上还经常有士兵经过，看到吗？经常有这个士兵，过了好多个。
这些天我把这边的市区的大街小巷基本上都给走遍了，就是用双脚基本上都给走遍了。哇，这个巷子比较窄，说实话，晚上的话不敢来。深入走近看一下这边本地人、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这边马路边上这都有专门给猫提供的这种猫粮，还有水盒子，对猫都挺好的。这边，我靠，这个巷子里面没啥人啊，有点不知道这是哪地方。这地方，我先走走看吧。这边就远离中心的地方了，这边就稍微偏僻一点。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似于桥洞的样子。这边的人的生活整体还是比较悠闲的。今天走了好大一圈啊，走了估计得走了10几公里吧。今天各种穿梭于各种大街小巷。这个桥墩上全是各种绘画、各种涂鸦，每一个上面都有。走在这边的街道上有很强的压抑感，说实话。这边街道人很多，然后路又非常窄。今天早上刚来酒店的时候，因为那个网上的定位它不准，所以说遇到了一个好心的阿姨，然后她带我过来的。然后经过人多的时候，她还好心提醒我，就是要把手机揣在口袋里。他们本地人都要这样觉得，所以说这边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好。然后刚才从酒店出门的时候，前台还特意嘱咐我，给我指了这个方向，就是说不要走这条路，就是晚上7点之后不要走这条路，走别的地方可以。我问为什么，他说危险。我不知道这边之前发生过什么，反正他刻意还提醒了我这个事情。你看这边的街道，好多人。这突尼斯的首都，其实看着也像一个城镇或者县城。突尼斯是很多年以前它是发展还不错的，但是近些年经济很差。突尼斯这边人基本上都是聚集在这个麦地那老城为中心，然后再往远处人就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少。然后这边比较出名的几个景点呢，就是一个迦太基的遗址，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蓝白小镇，在那个海边。这个突尼斯和摩洛哥差不多，这边的几个北非国家基本上都是白人居多，然后他们的人种基本上都是，主要是阿拉伯人，还有一些是那个白人。像这种街道有大概2-3公里长，全是各种商品。这是晚上的突尼斯。晚上来挑战一下，走一下这边的老街道，全是垃圾，荒无人烟，连个灯光都没有。我去，太刺激了！我靠，你往里面走有点瘆人啊！这个全是这种。但是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野猫。这个别是早上酒店前台给我讲的晚上千万不要来的地方吧？不会真的是这条街吧？